嗨，大家好，欢迎回来。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去年曾经把 H1 给改成气能？那一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之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一颗100 mini 的下垂式，那其实就刚好可以放在 H1 里头，所以这一次就来装上 13900K 跟4070 钛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4070钛呢，就之前双槽的版本。那为了避免热气回流，还是一样，其他地方用胶带贴满，那反正盖起来也看不到。那另外一侧也都是胶带直接贴给它了，全部的风都会从后面这样子排出。那接着就是双烤测试，然后结果很不幸的显卡直接降频，挡不住285瓦的功率，那 TJ 也是直接超过了105度。CPU 的功率则是顶在200瓦上下，那很显然2.5槽的 H1 的第一代，那其实是不是很适合这样子的使用状况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游戏上的差别。那老场景啊，模拟飞行2020，那我直接冲过东京湾的彩虹大桥，在低飞的时候直逼100度，有时候还是会稍微降一下频。不过高空飞行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模拟飞行啊，它飞得越低 ，CPU 的资源会吃得越凶。那游玩30分钟左右呢，其实它的功率基本上不会超过250瓦，不过风扇的转速会上到2500转，明显的比 CPU 吵蛮多的。那就算我是换成直升机，其实状况也差不多。那使用的噪音在45公分下，大概逼近了50分贝左右。那我把功率上限调到70%，那大概是200瓦。那用预设原厂的风扇曲线，它的转速大概是2200转，算是安静了一点。那它的频率部分呢，其实只有从 2.75G 掉到 2.6G 左右。地平线5则是不需要担心。那 CPU 的温度普遍都在80度左右。虽然说 H1 的散热表现本来就不怎么样，不过因为它是桌面占比比较小的壳，那搭配 Mac Mini， 其实我2台主机摆在这，是真的还蛮适合在外租屋的人的。那搭配之前的携带式萤幕，刚好可以卡在 K780 上。那无论你是要 4K 120Hz 还是 1080p 240Hz 的游戏体验，其实这样切换都是可以互相交互的感受一下。如果你担心 S100 这一款散热器的性能不够强，其实把支架去除之后，我还可以再塞一颗薄扇，只是你的记忆体的散热片必须要清除。那记得要用吹风机吹过一遍，把双面胶带的粘性降低，不然就会像我一样，一个记忆体直接连同胶带被扯下来，得不偿失啊。那拆下了高度之后，其实75mm 的线高还是可以装在 S1 里头。那做个遮罩也是挺有趣的啊。不过大家也都知道4070钛目前送修中，所以这样子的散热测试表现，那可能就要等到下次了。那至于显卡的部分，其实我还曾经想要试图增加3颗4公分的风扇，我还特别去买了3000转的低速版本。那我实际测下来，其实也没什么差别，都没有用。近期的市场其实有不少 ITS 机壳，不过我现在应该会先做这种半动手做改造散热残废的机壳的影片为主。不过残酷的现实就是，其实这种 H1 你只要把它的玻璃给拆掉之后，散热会改善，风扇转速会降低，反而还会比较安静，所以也只能且战且走，且战且珍惜。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是类型，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这次的简短更新就先到这，下一次见喽，拜拜。